这是两个汽车车身结构件，左边这个是由60多个零部件焊接而成，右边是一体化压铸成型的。如果现在让你选其中一个用在你自己的车上，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右边这个，因为它更有安全感。一旦汽车遭遇猛烈的撞击，一体成型的车身拥有更好的抗拉强度，而焊接的零部件它有可能会发生断裂，安全风险更大。然而，这两者的技术水平相差了半个世纪。传统的汽车生产是几十上百个零部件焊接，流程繁琐，耗时很长，而一体化成型的流程就要简单很多了。先在模具里面把金属压铸成特定的形状，接着用5轴联动机床进一步加工，切削打磨出精密复杂的结构。这样不仅让车身拥有了更高的结构强度，而且效率大幅提升，3-5分钟就可以整装下线一台车，实现快速交付。然而，要实现这样一体成型的生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用到的高端机床设备长期被美国、日本和德国垄断，并且对华实施了技术封锁。其实不只是汽车、飞机发动机、半导体设备、核电装置、医疗器械等等，凡是你能想到的需要进行复杂精密加工的地方，几乎都离不开高端5轴机床。一旦海外断供，我们的局面就会非常被动。今天我们国家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打破海外卡脖子的需求，前所未有的迫切。Hello， 大家好，我是摸鱼。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工业母机。5轴联动机床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有人说，工业领域不存在弯道超车，因为这些都是别人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老外就算把5轴机床卖给我们，我们拆了照着抄都没有办法复现出来。事实果真如此吗？到底什么是5轴机床？这玩意儿为啥这么难造？国内的机床产业又发展到哪一个地步了？这一次，摸鱼带着问题来到了华南制造业中心东莞，实地走访了多个机床企业，试图让你一口气看懂国产机床产业，捋清这个行业的发展脉络，探寻未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投币支持一下摸鱼，谢谢了。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视厅突袭东芝公司总部，抓捕了2名部长，罪名是非法向苏联提供高端机床。在80年代以前，苏联的螺旋桨由于不够精密，会发出比较大的噪音。美国人嘲笑苏联是在开派对，核潜艇出现在100海里以外就可以探测到了。而在使用了日本人的高端5轴机床之后，苏联的核潜艇从美国的声呐探测系统中消失了。这次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美国出台了严厉的东芝制裁法案。东芝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刊登悔过书，董事长佐波正一和总经理山一郎宣布辞职，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亲自向美方道歉。几台机床设备居然可以影响到冷战局势，那这个5轴机床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机床，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机器零件，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航空发动机，都是由机床加工而来。机床可以说是整个现代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又被称为工业母机。机床最主要有2大类型：金属切削机床和金属成型机床。来一块金属毛坯，通过各种切削打磨，精准雕刻成需要的各种形状和尺寸，这种就叫做金属切削机床。切削的方式有很多种，车、铣、磨、钻等等，所以呢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车床、铣床、磨床、钻床等等。那如果不经过切削，而是通过施加巨大的压力，把金属在模具里面压铸成特定的形状，那这种呢叫做金属成型机床。让金属发生形变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冲压、锻造、折弯、裁切等等。所以金属成型机床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冲压机、锻造机、剪板机等等。那有的同学就会问了呀，这不就传统制造业吗？一块铁疙瘩加上个钻头，看着好像也不是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啊，这玩意儿真能有这么难造？那我们就要进一步讲一讲5轴联动机床了。我举一个直观的例子，我们知道飞机的心脏就是发动机，而发动机叶轮需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等等极端环境下工作，那这玩意儿生产出来要是有误差，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发动机叶轮对机床的加工精度要求近乎苛刻，要达到 0.1 微米的级别，也就是 0.0001毫米。注意啊，这不是光刻，而是拿着刀头去切削坚硬的金属，达到这样的精度。机床加工的过程中，车身的一点点颤抖，每一个传动齿轮裂合的间隙，刀具与工件之间的热胀冷缩，甚至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会导致误差。那其实如果只是加工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这个精度或许还不算什么。更要命的是，发动机叶轮是一个复杂曲面。我们知道三维立体空间一般由3个方向组成，即 XYZ 3个线性坐标轴。其实呢，一般的机床就是控制刀具在这个3个直线方向上移动，对金属件进行切削，所以呢，这种叫做3轴机床。但是发动机这种复杂精密的曲面，3轴是不够的，因为刀具活动的自由度不够，很多角度都没有办法切削到，所以呢需要人工取出、调整角度，分很多次进行加工。那这样一来又必然会导致误差很大。
所以如果要避免这样的误差，最好是让计算机来控制，让加工过程在一台机器上一次性的完成。于是5轴就应运而生了。所谓5轴，简单来说就是在3轴的基础上，让刀具或者工作台进一步灵活的倾斜和翻转，绕着 X 轴旋转叫做 A 轴，绕 Y 轴旋转叫做 B 轴，绕 Z 轴旋转叫做 C 轴。通过 XYZ 3个线性方向加上 ABC 其中2个旋转方向，就可以实现刀具从空间的任意角度切入。这几乎是精密加工复杂曲面的唯一技术手段。你别看只是加了2个方向的旋转啊，这个难度跟3轴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后者对于材料科学、制造工艺、算法和经验积累的要求是呈几何级数倍增的。我们打个比方，3轴好比小学生只会画一些基础的线条，而5轴相当于绘画大师，可以画出极其复杂精妙的作品。让这个笨重的铁疙瘩达到这么高的精度和自由度，同时还要经久耐用，保持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所以5轴机床被誉为工业皇冠上最亮也是最难的明珠。过去几十年，日系车和德系车霸占全球汽车市场，其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日本和德国对高端精密制造业的垄断。从全球机床发明专利数量来看，我们国家的机床技术在2000年以前是近乎空白的，机床产业的发展是从最近20年才开始的。而日本、德国和美国在100年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机床产业了。现代的机床产业最开始是由战争驱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军工、铁路、汽车等等工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是否掌握高端制造技术，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和落后的分水岭。尤其是在军工领域，当时能否造出枪炮、坦克和飞机，成为了战争的胜负手。德国是1战和2战的始作俑者。上世纪20年代，德国大力发展机床产业，服务于他的战争野心。他们在柏林开展高级人才培养，每年有30多项发明专利，机床产能也达到了巅峰，成为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而日本呢，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他们从欧洲大量进口机床并进行仿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日本韬光养晦，大力发展本土机床产业，机床产值在几年内翻了近10倍，为他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做准备。而美国则是大发战争财，在1战期间，美国靠给协约国出售军火大赚特赚，大量的军需订单推动了美国机床规模的快速扩张。在2战以后，虽然日本和德国的工业基础严重受挫，但是由于长期的人才、技术和产业链积累，他们的工业也迅速的恢复了。从50年代以后，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从战争转向了经济发展，机床产业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汽车工业、航空航天、半导体、核能等等成为新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否掌握高端机床，成为了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分水岭。1952年，美国发明家帕森斯与麻省理工合作，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电子管数控机床，开启了数控时代。我们经常听到 CNC 加工，这里的 CNC 呢，全称是 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其实呢就是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的意思。相比于传统的人工操作，数控机床进一步降低了误差。美国当时正忙着和苏联冷战，所以呢，它的技术过度聚焦于军工和实验室精度，而日本看到了数控机床的民用价值。数控机床可以自动重复加工，这降低了人工成本，并且大幅提高了效率，适合用于大规模生产。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政策，以举国之力发展机械工业和集成电路。在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汽车产业严重受挫，制造业逐渐走向空心化，而日本汽车凭借便宜、省油、耐用，逐渐风靡全球。在1980年，日本汽车的产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日本汽车成功的背后是高端数控机床带来的高效低成本，而大量的汽车订单又反过来刺激了机床产业的发展。另外，德国制造以高精度和高性能著称，这背后同样得益于高端机床产业的支持。所以上个世纪，我们看到大量的汽车、冰箱、空调、电视机，不是日系造的，就是德系造的。到2019年，全球前10的机床企业中，日本占了4家，德国占了4家，美国占了2家。从50年代至今，美日德已经垄断了高端制造业70多年。纵观历史上，机床产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全球军事实力和工业重心的转移。机床产业的发展总是跟军工需求、汽车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息息相关。而如今，机床产业正在迎来第3次变迁，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2023年，中国机床消费额占到全球约1/3，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机床市场。从2020年开始，中国汽车产销量大幅增长。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汽车产值来到了11万亿人民币，占全国 GDP 比重接近10%，超过房地产，成为中国第1大经济支柱。中国的航天领域也正处于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时期，国产大飞机从试验
验走向量产，最新一代战斗机正在放量。同时，人形机器人产业将在未来2年逐步进入量产。机器人关节所需要的斜坡减速器、滚珠丝杠、灵巧手等等，对高端机床都有大量的需求。然而，我们国家的机床产业结构仍然是以中低端为主。中国的数控机床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普及，到2023年数控化率仅为 40%， 而日本的数控机床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起步了，在10年前数控化率就已经达到 90%。 数据显示，直到2018年，我国高端机床的自给率还不足 10%， 严重依赖进口。高端5轴机床基本上被海外几个巨头垄断，国产的市场份额很低。未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处于制造业升级的窗口期，正是最迫切需要实现高端机床国产化的时候，而海外也深知这一点，他们正在加强对华的技术封锁，新的机床战争开始了。2023年4月，全球排名第3的德国机床厂商德玛吉决定给中国所有的高端5轴机床增加位置传感器，只要移动，机床就会自动宕机。他们要确保出口给中国的机床设备不会被拆卸下来研究仿制。我们进口的高端5轴机床像是带着镣铐进来的。这件事情在网上引发了轰动，有人问我们是否有国产的机床可以替代，也有人说工业没有弯道超车，这条路完全没有捷径可走，人家已经沉淀了几十年，我们不花上这么多的时间，很难达到同样的工艺水平。在社会的质疑声中，一批国产机床企业开启了攻克5轴的长征。他们有的是从中低端的制造业转型，拿传统业务养新业务，持续烧钱搞研发；有的是技术出身，埋头死磕核心技术；也有的是根据市场需求，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次，某鱼有幸受到东莞网信办的邀请，到一线探访机床企业，去面对面和这些企业家交流。每到一家公司，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在攻克5轴机床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通过他们的回答，或许你能更深入地了解国产5轴机床的故事。2015年，几个搞技术的年轻人离开了德玛吉，放弃了外企优厚的待遇，回东莞创立了 IFMI， 决定攻克5轴机床最核心几个零部件。这完全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因为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持续烧钱而长期看不到经济效益的项目。我问 IFMI 的创始人，在研发5轴机床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最难的是客户，因为高端5轴机床的下游往往是一些尖端领域，航空航天半导体，这些领域的客户对风险的接受程度极低，所以他们宁愿多花几倍的钱去进口海外的机床，也不敢轻易尝试国产机床。国产厂商就算真的把5轴联动机床研发了出来，也很有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打入不了客户的供应链。而且5轴机床的下游拓客有一个非常大的难点，就是客户对工艺的稳定性要求很高，机床不仅要精度够高，更要长久的保持精度，即使在使用2000个小时之后依然稳定发挥，而且要保证极低的故障率。但是客户在刚接触你的时候，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他怎么能知道你的稳定性如何呢？所以他还是倾向于去买那些海外大客户的。那同样这个问题，我问了另一家机床企业巨刚军工的负责人，他说5轴最难的是长期的技术积累，就算我们把国外的5轴机床拆解出来，引进图纸逆向工程，也没有办法复现出原有的性能和稳定性，因为这不是一个研发的问题，而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我们加工的东西可能是铝合金、不锈钢、钛合金、高温合金，每一种材料的刚性、韧性、强度都不同，加工的过程中力学传导和热膨胀规律也会不同。我们该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在哪一步进行哪个操作，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来进行迭代和优化的。就好比炒菜，即使你知道该怎么炒，食材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普通人和大厨炒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因为这背后的火候、翻炒的手法、放调料的时机是不一样的。海外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形成了工艺体系，我们自己也必须脚踏实地的花上足够的时间去积累。还是同样问题，我又问了乔峰智能的技术总监，他给我的回答是，最难的是人才。一方面，机床行业终究是传统制造业，行业利润低，薪资待遇吸引力不足。就拿数控系统来举例，学习软件的学生大多数会选择去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大厂当一个算法工程师，谁愿意留在机床厂给你研发数控呢？另一方面是目前职业教育的缺失，技术类的高校主要是在专科，而本科类的教育更偏向于理论化。更何况做数控系统不仅是要懂得软件，还要懂得工业，要求的是复合型人才，所以整个行业极度缺人，哪里人才多，他们就愿意在哪里开分公司，建立研发中心。国内的机床企业就是在技术积累几乎空白、人才匮乏、客户不认可、市场回报不确定的情况下，带着赌一把的决心，埋头苦干了接近10年。IFMI 的创始人有一句话让人很动容，他说，中国不是造不出来5轴机床，而是太缺乏长期持续的投入。过去我们实在是太习惯于高增长了，各行各业的风口和发展机会都很多，而这一行需要耐得住寂寞，用匠心去坚守。我们难以想象他们是顶着多大的生存压力，外界多少的诱惑和质疑，一路坚持到现在。终于从2020年开始，国产5轴机床的转机出现了。
机床的寿命一般在10年左右，服役超过10年，机床就会面临稳定性和精度下降的问题。所以每过10年，往往就会有一轮比较大的设备换新周期。上一轮中国机床产量的高峰集中在2010到2016年，当时正是智能手机普及、3C 电子产业带动了机床需求的大增。而当时的那一批机床，从2020年开始，寿命逐渐达到了10年，进入换机周期。而2020年这个时间点，恰好又赶上了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爆发，产销量年年翻倍。汽车向来是机床最大的下游需求，国产车企扩产生产线，给到了机床厂商打入供应链的机会。而恰逢此时，国产机床厂商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很多产品在精度和耐用性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比如说以科德数控为例，从2009年承接国家04专项至今，已经在5轴技术上沉淀了10几年，如今几乎实现了5轴机床所有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自制，在一些关键技术指标上已经可以对标甚至超越海外巨头。然而，国产机床要实现应用，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下游客户对国产机床不敢用、不愿意用，他们还是倾向于买进口设备，这又该怎么办呢？此时，政策开始发力了。2015年，工信部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推动高端机床的国产化。国资委把工业母机的战略地位放在了科技创新的首位，同时财政部给机床企业税收减免和补贴，我们在各个重要领域的设备必须要能做到国产自主。在政策的引导下，航天、汽车等等领域的国企开始带头引入国产机床，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下游客户开始接受国产5轴机床。东莞的机床企业告诉我们，我们的机床以60%的价格达到国际巨头90%的性能。然而，国际巨头比不了的优势是我们有快速响应的维护团队，进口设备遇到问题，等人来维护可能要等上几个星期，那生产可等不起，而我们国内的团队24小时就能解决。同时，西方国家将5轴机床列入了瓦森纳协定，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这几年贸易战愈演愈烈，客户也会担心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在市场、技术、政策的共同发力下，最近几年国产5轴机床终于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在2年前2003年的北京机床展上，国产的5轴机床一共就只有50多台，而到了2025年，大约有400台5轴机床展出，爆发的数量惊人。它说明最近2年已经有很多国产厂商从实验室阶段走到了产品阶段，他们正在积极的寻找客户。最近5年，5轴机床的销量年复合增速超过了10%，几年的时间内从几乎空白到突破100亿大关。我们国家进口海外机床的金额逐年减少，5轴机床的国产化率从2020年的不足10%，已经蹿升到了如今的55%。而与此同时，高端5轴机床也开始走出国门。我国机床的出口均价从2020年的285美元提升至2023年的604美元，这意味着出口的高端机型占比越来越高，国产高端机床逐渐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从长远来看，5轴机床的高增长也许才刚刚开始。除了汽车和传统制造业的国产替代，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风口。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5.6% 和 25.5%。截止8月初，我国已有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93万家，仅今年上半年新增的企业就有10万多家，与2024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 45%。同时，除了尖端领域要使用5轴机床，未来5轴还可以下放到更多的中低端领域，对3轴进行替代。因为下游的客户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样化的，像更加复杂的 AR 眼镜、泡泡玛特这样的潮玩等等，它们都存在对复杂曲面的加工需求。机构预测，在未来5年，5轴机床行业的年复合增速将达到 20%。目前国内起步比较早的一批5轴机床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竞争格局。它们有的分布在东北地区，因为东北作为我国的工业长子，是重工业和航天领域的聚集地；有的在华东地区，因为沿海一带，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机床的需求量更大。然而让我意外的是，2024年中国的国产5轴机床 TOP 10中居然有2家同时来自东莞。像巨钢精工，他们的高端5轴联动系列产品在去年企业的营收中占比接近 90%。2023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认定，新能源车一体化车身加工领域排名第1的就是巨钢精工。F 米的5轴机床已经切入了人形机器人赛道，有一家东莞的精密制造企业来买他们的设备，有 95% 都是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关节，合格率达到了100%。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乔峰智能，他们的成长势头也非常强劲。你可能也好奇啊，为什么是东莞呢？其实东莞一直是华南的制造业中心，有一句话叫做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上世纪80年代，东莞凭借
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投入设备和技术。最开始他们是加工纺织品、服装、食品等等轻工业，到了21世纪，东莞的制造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更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结构进一步多元化。2009年，智能化浪潮来袭，东莞诞生了华为、OPPO、vivo 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品牌，并且围绕着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密集的产业集群。而最近这些年，东莞又在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有工厂的地方就需要机床，所以这里是华南最大的机床市场，同时也是孵化机床产业的温床。因为机床不是开发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用户提要求，研发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市场给了反馈，机床企业再进行优化。机床技术的发展其实就是无数次迭代的过程。问机床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东莞扎根，他们说这里有非常完整的产业聚集，你只管创业，只管建厂，你需要的各种原材料、零部件、物流、人才、下游客户全部都已经备齐了。另一个企业家告诉我，东莞这个地方有生命力，因为东莞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如果是大型的央国企，他们在引进国产机床设备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顾虑，但是民营企业作战灵活，他们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别人不敢用5轴机床，我偏偏就敢试一下。而他们机床企业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搏一把拼一拼的精神，才敢破釜沉舟的去埋头研发5轴机床。聚钢、精工等企业今年还牵头成立了工业母机与模具创新联合体，从研发阶段就开始跟下游深度合作，覆盖新能源车、机器人、半导体、航空航天等等领域，上下游一起努力，打造国产自主可控的装备体系，剑指进口替代。其实东莞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国家正在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制造转向制造，这是一场硬仗，而我们正需要东莞企业家这样敢打敢拼、埋头苦干的韧性。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客观事实，目前我们的机床与海外的顶尖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日本和德国机床在长期使用的可靠性和精度上仍然保持着优势，这源于他们在基础材料科学、热处理工艺、精密装配等等看不见的地方的深厚积累。同时，像高精度力矩电机、精密轴承、超高精度光栅尺等等关键元器件，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国产化。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底气，也有了超越的信心。工业并非不能弯道超车，高端5轴机床的国产化之路是一场需要耐心、匠心和国家战略定力的长征，它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我们需要尊重技术规律，耐得住寂寞，持续投入研发，花时间去积累技术和工艺。同时，我们也要改善行业环境，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因为人才是创新最根本的动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请点赞投币支持一下摸鱼。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886。